青来怎么样了？庆来还在卧床休养呢。现在地里的活都是我公公在干。哟，那现在老王家就是你当家了呗？那也不是，我就是跑腿的。其实大主意还是我公公婆婆说了算。太客气了吧？要是你公公婆婆当家，能把我告到派出所去吗？哎，李公安说了，罚我1000块钱赔给你们家。青来的医疗费你们算算，过几天再来取一下，这事儿呢就算了了。你回去呢也跟你们家庆来说一声，多向有德学学，做人厚道一点。钱谁都喜欢，但得靠自己的本事挣，就不能讹人家钱，是吧？更何况讹的是集团公司的钱，是公家的钱啊。万书记，您这话得说清楚，谁讹公家的钱了？有什么不清楚的呀？你们家庆来啊，跑到我办公室无理取闹，胡搅蛮缠，就为这点钱，要不然我能踹他？万书记，那庆来可不是无理取闹，是集团给我们把钱都给报了，但是种地、搭建大棚、搭进去的时间、劳力，我们都没算进去呢，这些我们都认了。那牵连到经销商，人家损失6万块钱找我们赔偿，我们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去啊？这才找集团要的呀！你跟庆来可真是两口子，都会算计。行，不是要算吗？那咱就算算，是吧？7万块钱，7万多块钱没有票据，是吧？我是看着王有德老实，我相信你们家没有发票，甭管集团费多大的劲，给你们报了吧。得寸进尺，这又给我冒出个6万块钱，是经销商跟你们要6万，我就得给6万，啊，经销商要跟你们要60万，也得我出呗。你弄明白了，这不是我万善堂的钱，这是集团的钱，公家的钱啊，是万家庄老百姓的钱，我得为万家庄的村民考虑。是啊，您为万家庄的村民考虑，那我们也是万家庄的村民呀，谁为我们考虑过？那你们这政策说开发票开发票，我们上哪知道要提前开发票的事儿啊？近些年来，中央对3种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，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让咱农民吃亏。你让我们吃亏了，那这地我们就可以不让了。你们吃亏了吗？少给你们报1分钱了吗？这地你说不让就不让了啊？我告诉你，国家有政策，我万善堂有良心，这个项目好不容易给落实下来了，马上就要开工。这个厂子关系到万家庄的未来，万家庄的名声，万家庄老百姓的利益，我跟谁敢捣乱？谁敢捣乱？就是跟我万善堂过不去，就是跟温家集团过不去，就是跟万家庄的父老乡亲过不去。老王家不是你做主吗？我告诉你，赶紧回去，谁耽误了保健品厂按时开工，后果自负。拿着钱走吧。万书记，我们不要你的钱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你把事情怎么弄成这样了啊？你干嘛跟万书记顶嘴呢？他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呗。我没想跟他顶嘴，我就是想跟他把道理给讲清楚。咱们是过日子，不是过道理的，用不着清清楚楚的，糊里糊涂过不就完了？你惹他干嘛呀？你这想是，你到底想干啥啊？哎呀，都不是你在这瞎掺和的。他把万书记得罪了，有好处吗？这不现眼吗？爸，你别生气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解决。你能解决？你能解决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吧？你这说这都没用，你说这个，要不是你们爷俩窝囊，能让幸福怀这个孩子跑来跑去的吗？就知道窝里横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什么叫窝里横？你干嘛去啊，爸？不理他。我寻思着他找万书记去了。哎，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兴许万书记给他几分老面子。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
你就是对他们太好了啊！这人啊，就是没良心，白眼狼，人闲生是非，都是吃饱了撑的。万书记啊，你这血压还有点高，接着这段时间呢，你要注意好好休息啊，按时吃药，不要太着急。这情绪不好啊，对身体啊影响特别不好。听见了吧？啊，情绪得好一点儿。你说被个小媳妇儿气成那样，至于的吗？你就少说2句吧，啊！你要什么事儿都行，还用我操这个心啊？上午集团我就不去了，在家歇歇。你把事儿都盯着点。行，那行了，好好休息啊，好事儿的啊！啊，辛苦您啊！哎，那什么，你把爸照顾好啊。嗯。专家，万书记在家吗？行了，照顾好你爸爸啊，慢点啊。哎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休息呢。万书记，我听说您病了，我给您送点水果。万书记，都是我那儿媳妇不懂事儿，您别跟她计较。哎，这个女人嘛，怀孩子的时候都这样，疯疯癫癫的，再加上庆来一病，她一着急，办事就更不靠谱了。你可千万别跟她认真。您的身子骨比他重要，万书记，您看我跟着您前前后后几十年了，你能不能给我这老脸一个面子？赔偿的事儿再考虑考虑。小德啊，你应该也碰上了吧？全家刚把医生给送走，大夫说我这血压都过了180了。你们老王家是想把我整死，轮番进攻。哎呀，万书记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补偿款的事儿啊，补偿款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庆来的媳妇儿讲清楚了，没什么商量的。协议已经签了，就照协议执行。哎呀，万书记，有的说，我爸都把话说那么明白了，哎，您人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我爸身体不好，能不能让我爸好好歇会儿？哎呀，你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有事下次再说吧，回吧回吧。哎呀，休息了。好。来，吃药吧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，这还怎么过日子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别瞎折腾，别瞎折腾，就是不听，非得瞎折腾。现在倒好，地没了，钱没了，庆来被踢了。我这老脸也被丢尽了，关键是把万书记还得罪了，得罪谁不行，你非得罪万书记啊！你也不看看这村叫什么？叫万家庄。再折腾，你不折腾把地要回来，把钱要回来，你说这日子怎么过？喂，星月，最近忙吗？啊，
姐有点事儿找你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行。师兄，你看这条是不是有商量的余地？哎，青芝，这上头都有，这书咱得买一本。师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看，这个事情呢，还是有些麻烦，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跟村里头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，在法律上呢，就视为你们已经认同了土地转让。不过好在你们这地面作物呢，作为补偿的一部分，还没有动工拆除，蔬菜呢也没有成熟收割。未来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补偿的一部分。村集体啊，是按照政策征地，你们的诉求呢又是合情合理，在其他条件没有满足之前，对方是不能强制拆除的。哦，那就是说，还有争取回来的机会啊。哎，管涛，你觉得我们打这个官司能赢吗？这个幸运知道的，没有哪个官司说我就能100%赢，但是我来打的话呢，有80%的把握。那太好了。嫂子，你来的时候跟爸妈商量了吗？商量了，开始他俩还有点不同意，所以我就说我过来跟你一块儿商量。但听关律师一讲，那咱不是就更没啥顾虑了吗？哎，咱们把这个协议签了，然后我把费用给你。哎，费用先不用着急，都是朋友嘛。但是呢，你们得给我出一份委托协议，否则的话程序上不合法。那我先谢谢了。不用谢。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和幸运先回去上班了。啊，行，我送送你。不用。我们送你。但我已经买过了啊。谢谢啊。你慢点啊。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，啊，你们啊有什么要求随时跟我们说啊，我们24小时开机，对啊，为您服务。行啊，进，喝水啊。奶奶，您来了。来了，毛毛他妈呀，这就是俺跟你说的那个好闺女。你好，刚才呀，跟韩律师还打听你来着。阿姨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何幸运，啊，是我的徒弟，大学刚毕业就在我这实习呢，到目前为止呢还没办过一个案子，要是平时啊，一般的离婚案我带他就办了啊，但是您这个案情还是有一点点复杂，而且案值又比较大，啊，当然了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咱们可以让年轻人来练练手。那可不行哎。按这案子可不能让人练手啊！行，明白了，您放心。小花，那法院刚才打电话了，催着去拿传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到现在没拿？你赶紧去，人当事人还等着呢。韩主任，您这不是在分析案情吗？我学习学习总可以吧？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？当事人的利益永远要放在第1位，啊！你赶紧去吧，别让人等急了。去啊！奶奶再见。现在这个年轻人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长见识了吧？太过分了，简直就是流氓！没事儿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要不然这样，你跟着我一块儿做你姐那案子吧。
毕竟是我姐婆家的事儿，还是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啊？正好你熟悉那儿的情况，我呢，正好也缺一个搭档。蚂蚱腿上也是肉啊，那多少你还能有点收入，不是吗？那我再想想吧。那行，那我先草拟一个律师函，如果可以不用起诉就解决问题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嗯，过去了，别想了啊。谢谢师兄。不打了，说说吧，这个事儿都想怎么办啊？都不说啊？都不说，那就听我说了。我给出个主意啊，要羊的出一半钱，要钱的别要羊，干脆一家一半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坐下。为了一只羊，你们这几辈子的好邻居打成了仇家，这真要是争个金山银山啊，也值。这为这几个钱值吗？这怎么着？就以后再也不见面了？啊？这就没有一个不就手的时候需要邻居伸手帮帮忙了？行了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拟个协议，回头你们签个字，我明天再上市场找个经纪给羊估值，啊。行了，都回吧，我这挺忙的。可李公安，这羊明明是我家的，我还得花一半钱买回来，你说我冤不冤？明明是我买的羊，被你用一半钱领走了，我才冤呢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一上午这车轱辘话说的没完没了的，那还想怎么着？好了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回去以后不能再吵了啊，也不能再打了啊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回吧。我什么你的羊不吃？什么时候成你的羊？老李，这两人啥事儿啊？还没大事儿。哎呀，为了一只羊，孙茂才家多了一只羊，这张善家说是他家跑的，孙茂才非说是他在市场买的。嗨，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那明明就是张善家的嘛。嗨，哎，那个万家庄保健品厂奠基仪式，您还去吗？哎呦，我得去啊！我得去。哎，正好我送你车走。嗯。老李，我去看看他们现场保卫工作布置怎么样了。好。哎，李公安来了。哎啊！我哪儿？你看我。李叔，哎呦，李局来了！哎，李局，正好啊，看看，就那个电机那个机，下边就是你，你旁边是大领导，为这满意吗？是吗？我打你我，别拿你叔打岔啊！怎么着呀，李叔，今天来维稳来啊？要不说你爸现在还踹你，你都多大了，没个正形。哎，你爸呢？他跟才良去高速路口迎客人去了。哎呀，万家庄现在可不一样喽。这你爹当年带着10几个人上山采石，还没有这个广场呢。
我记着铺这广场的时候啊，你爸那时候是村主任。哎呀，那个时候行了，哎呀，跟我爸一个毛病，一弄就那个时候，你多说说这个时候。咋不爱听啊？这时候，这个是最幸福的时候了，让你们赶上了，多好啊！要啥有啥。哎呀，虽然说是农民，也不用种地。再说了，种地你也不会。那人往高处走，对吧？现在人生活条件好了，谁还去地里刨食吃啊？啊？哎，你不现在也开汽车来了吗？以前就那3轮啊，带个斗那个。3步一熄火，你追个贼，遇到紧急的，你得把摩托车扔了，地下跑。去忙去吧，别跟我贫了。哎，李叔，我问你个正事啊，你看我这个脸肿不肿啊？咋了？肾出毛病了？我昨天陪个客户啊，从陕西那边来的，非要说喝红酒，那我搬了2箱去啊。结果这个怂喝红酒非要兑汽水儿，1瓶红酒兑8瓶汽水，这不胡整吗？2箱12瓶红酒，你算算我喝了多少汽水？喝的我现在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，我都。这真是胡整，你这个。行，李叔，那我那个不跟你开玩笑了啊！我作为咱们万家庄的这个门面，我还找个地儿赶紧洗把脸去啊！你溜达吧，去吧，喝红酒一定不能兑汽水。真胡整！哎，小郑，哎，来，哎，你在这盯着点啊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那你呢？我去做个回访。啊，有事打电话。好。这边我都摆好了啊。这是没房，几个年能死人已经到处检查一下，过去啊。我去那边看看啊。领导们来了！领导们来了！来了！有人吗？叔，喝水。哎呀，这事儿怎么没谈拢呢？那单堂不是答应给你们赔款了吗？这怎么又谈崩了？我们也没准备要他的钱，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委屈了。你说他那态度也太欺负人了，就好像替人理所当然似的。哎呀，单堂这个人啊，就是这点毛病不好。他对传家也是，伸手就打，抬腿就踹，不一定就是针对请来的。叔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也知道书记不是故意的，那也不能说这踹一下就是对的吧？那踢人肯定不对。就因为这个事儿谈崩了？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那6万块钱。后来我公公也去找他了，也没个结果。啊，是这样啊。那我就没啥办法了，这事儿也不归我管呢。所以我们也没麻烦您呀，我已经跟我妹说了，他找了个城里的律师来帮助我们。就律师？这是要打官司啊？这也没办法呀，这不是闹僵了吗？非说协议签了，其他一概不管。6万块钱啊，我们哪赔得起啊？啊，是，别说6万块钱呐，就是600块钱，那也得把有德心疼死。哎呀，不过这打官司毕竟不是好事啊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乡里乡亲的。哎，你们俩就没再找万书记再说说？你们都是年轻人啊，晚辈，这你跟他说2句好话，
再诉诉苦衷，这没准儿，这问题就解决了，是吧？打什么官司啊？是。其实那个万书记有时呢，他也挺讲理的。哎，你这人可真是欠打呀你！李叔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？那他踢人太有理了，我们也没做错事儿。那律师都说了，那合同里写着呢，承包期内不能随便征人家地。反正我们大棚还没拆呢，那就算是要谈判，他们也是应该来找我们。法律文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实在不行就听法院的，输了我们也认。行，你们都厉害，我这张老脸不值钱，要不再给我个机会，我去找万书记聊聊，啊，看看能不能把你们这个事儿说和了，怎么样？其实我爹呢也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是那个面子薄，就让那个传家媳妇说了几句，就不愿意再出头了。你觉得呢，幸福？我觉得凡事都得讲个理，不能欺负人。终于完事了，回去啊，把这个刚刚几个领导的讲话整理一下啊，然后做个文件给各部门发一下。行。哎，你们几个就别回家吃了啊，去集团吃。好，行了，走吧。那我们走了。嗯，万总啊，哟呵，哎呦兄弟，不是你怎么还跑来了？多大个事儿啊？几个年轻的盯着就行了。不是专程为这事儿来的。哎，你忙完了，领导都送走了。送走了，一个也留不下。我说这个大老远跑来站脚助威来了，吃个便饭吧，都不干，说是得廉洁。这就是廉政建设的效果。行了，这快晌午了，你没什么事吧？上我那坐会儿，请不动你啊。你下午要有空，咱哥俩唠唠。太好了，给你沏点好茶。来，坐我车。我才不坐你的。哎呀，走吧，拉倒吧啊！我上你那车，让老百姓看见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。你跟着我车走。好，走。哎，行，真气派啊！来，兄弟，好久没来了吧？哎呀，随便坐啊。我说老哥，你这变化可不小啊！我打个电话。哎呀，哎，李部长，你把那个给专家和合作方留的东西就给职工们做加餐吧。哎，还有。船家已经带着合作方去镇上吃了，也不用管他了，啊！等到中午的时候啊，你给我送2份饭到办公室来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样，伙计？还是红茶？红茶，几十年的老习惯了。给你留着呢。哎，朋友送的啊，顶级的，我一直想拿给你。岁数大了总忘事儿。哎呀，你说这当哥的就是。哎，还记得86年？建石材厂盖那个小2楼，那跟这没法比呀！哎呀，这不也是为了发展吗？这不是企业做大了，现在这有时候来外宾啊，谈合作的也多，你得有个样子。盖这个楼的时候，我也犹豫了好久。当然啊，一是为了发展，二做点小门面。但是你放心，不管这个楼盖多高啊，你老哥我这人是不会变的，要不咱也走不了这么些年。这没错吧？那肯定是没错啊，你肯定是不能变。可是这人的权利和责任变了，别人看你的眼光也就变了。那我就管不了了。我一天到晚忙这么多事儿，我还管他们怎么说？我既不贪赃枉法，也不行贿受贿，心安理得。哎呀，站你这儿看万家庄，真是又小又矮啊！你想什么意思？话里有话。你放心吧，我都替你考虑好了。你退休啊，你就上我这儿来。
给我管保安部，你的办公室就安在我的旁边。哎，咱哥俩既能天天见面，你能随时看风景，这可以吧？拉倒吧你！哎呀，我还在意你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是图这些，一心想往上爬，别的不敢说，我当个县公安局局长没问题吧？啊，那肯定的呀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哎，俗话说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。你说，咱哥俩这差不多都快一辈子了，啊，比亲兄弟还亲。哥哥最佩服的就是你的人品。既然你认我这个兄弟，那我就直话直说了。说。哎，你原本今天呢，算是集团的喜庆日子，我不想败你的兴。可是我刚才去了趟有德家，看了一下庆来。是。哎，不是，这事儿不都说好了吗？怎么又僵住了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还来问我？当初那个谁庆来住院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是吧？我也认了，钱我也准备好了。那他不要，这是他的事儿。又怎么不愿意了？非要看着你拿着铐子把我铐走，他就高兴？你这是什么话呢？我们警察能说铐人就铐人吗？庆来已经好差不多了，没事儿了，那不就得了吗？那事儿还没给人家解决呢，补偿款还欠人一大截子呢。我天哪！老李，你可真行！不是你到底是要跟我说哪件事闲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咱这治安太好了，啊，你没事干了，现在经济纠纷你都感兴趣了，你多大官啊你？你看你，老万，你这个人呐，你就是个顺毛驴儿。你稍不合你心意，你就撂蹶子踢人。你说你都对我这样了啊，你对庆来他们，那不用问我都能想出来，你对人家得有多横。哎，老李，你这个就叫啊，和稀泥没原则。我怎么没？行，你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，太随和。我是横，可我为什么横？我占理呀。我从来没有得理不让人，更没有蛮横无理欺负过人。我也不是今天才这样的。哎，早年间，我带着10几个人进山采石头，要致富。当时的书记不同意啊，最后证明谁对了？啊，后来我又坚持啊，把一个民营的小作坊，能够打造成一个石料精加工的工厂。县上怕我还不上贷款，也不同意。最后又证明谁对了？我带领着万家庄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，我是怎么走过来的？我就是用我的原则来看着我自己。我一不多事作战，二不欺男骂女，我行得正，走得端。如果都像你那样啊，同情这个，同情那个，是吧？谁见了你啊，抹把鼻涕掉两滴眼泪，你心就软了，觉得谁都可怜。可怜的是么的，自己掏腰包给人家钱，那我还能管好一个集团？你也不想想，你这辈子怎么就进步不了？啊，就你这样，哪个领导敢给你委以重任？就怕你手里有了权力，不讲原则，胡用乱用。咱们就说庆来他们家这事儿吧。要是你，甭说6万了，16万你都能出吧？他可怜呢。他可怜，我就得乱失同情心，拿集体的利益做人情吗？我要是不讲原则，万家庄1000多户，4、5千人，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怕是早就成了扶贫对象了吧？还想有一个在县里甚至市里的明星企业，哼，做梦！你说的对啊，我不如你有本事，所以我也进步不了。当年你们进山采石头，连条石子路都没有，
我骑着这辆破摩托，没事就来回来去的跑过问呢。其实这事也不该我管。你们办加工厂缺贷款，我是城里一趟，县上一趟，啊，拉着你找我的战友邱爷爷告奶奶，想办法解决问题。哎，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啊？我也是没原则呀。庆来家跟村里补偿款，你说这事儿该我管吗？啊？怎么就轮上我管了？你算老几呀？你管这事儿？你一个小警察，跟你一个大董事长，我在这多嘴多舌的，我这就是没规矩啊，没原则呀。行了，走了。别，老李兄弟，不是，对不起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上火的事太多，脑子也乱。再说了，咱俩这不也是话赶话说到这儿来了吗？啊，说到说不到的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咱俩还是好兄弟。我不冲别的，啊，我就冲你，我答应。这事儿你容我再考虑考虑，这行吧？吃了饭再走啊！喂，幸运，姐，你回去没事吧？我姐夫伤好点没？你姐夫挺好的，都能下地了。哎，你跟关律师研究的咋样了？我们现在正好有点想法，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呢。那你等会儿，正好爸妈都在呢，我看免提，大家一块儿商量商量。爸妈，哎，关律师他们来电话了，咱都听听。啊，好了，你说吧。哎喂，您好，我是关涛。是这样，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案子，觉得呢，现在到法院起诉啊，还是有些划不来。一旦起诉的话啊，司法程序呢会很复杂，而且耗时较长。本身呢，这个案子涉案的金额就不大，而且双方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理由，咱们也没法保证说6万块钱的主张，法院呢会全额的支持咱们。那咋办呀？目前是觉得以发律师函的形式去跟对方协商比较合适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至少可以跟对方不会在法庭上形成剑拔弩张、彼此对抗的局势，而且成本也是最低的。什么叫律师函？律师函呢，就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给对方写一封信，催促对方啊尽快的履行支付赔偿款的法律义务。不，你们写封信就管用啊？我们呢会把这个道理啊，在这封信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这样呢也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，就看看对方能不能权衡利弊的理性的思考，这样也有助于我们把这件事情呢和平的解决。咱们先看看对方什么样的反应，然后再决定后续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行动。爸妈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们看呢？是不是就是说咱就不用跟村里说了，也不用再找万书记了？对呀，就交给关律师他们。我寻思着这样好哎，要再去找他们多别扭啊。是啊，我这老脸都给丢尽了，我这都。那咱就把这事儿交给关律师他们了。那关律师就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再见。幸福啊，上次你回来说请律师的事儿，我正担心这事儿。你说真的要跟村上打上官司了，以后怎么见万书记呢？要是不打官司吧，咱这钱又要不回来，我正愁这事儿呢。哎呦，你在愁呢，
你瞅他在晚上老了炕上烙饼，弄得我都没睡好觉。这样就挺好，幸福妹子做事就是有数，到底上过学的人还是不一样。赶紧吃饭啊！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，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另外，那个庆来和他们签的协议呢，我也看了，确实是有那么一条，但是写的呢比较含糊，当时可能他们老王家就给忽略了。但这事儿真要是较起真儿来的话，他们还真得承担6万块钱的赔偿。这个菜贩子和城里头超市签的协议我没见着，那个赔偿的数额是菜贩子自己提出来的，有没有水分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个钱多少倒是小事儿，这事儿确实是有点麻烦。哎，小梁，你看看能不能从村里边想想办法？村里出没道理呀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协议也签了，赔偿款也给了，原则上来说，这事儿就算已经了了，是不是？这会儿突然又冒出来说，村里再拿这笔钱，这是。再说现在这个财务上，这账目都是公开的，不好解释吧？我觉得还是从集团这边想想办法吧。集团这边也是一样，这是咱们跟人家外面合作的项目啊，还没开始干呢，就莫名其妙的弄出一笔账来，这好说不好听吧，膈应人呢。要不这样，这2天忙，回头找个日子，你把有德约上，到家里来一块喝个酒，再请上2个老人，说服他先把这笔钱认下，然后以后再找机会给他补上，也让他明白这个事儿别人都盯着呢，确实是不好办。行吧，只能这样了。这些红色的都是咱们的污水管，确实有点多。途中呢，这个地质状况有一些也比较难处理，所以可能还要再追加些资金。老刘啊，你说你长得慈眉善目的，怎么也干这种挤牙膏的事儿啊？你能不能利索一点啊？你就告诉我，就这一件事儿，一共还需要投多少钱？这个我正在让他们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。还有就是咱们订购的排污设备的品牌和型号也有一些差异。下次协调会的时候呢，我一起拿出来作为议题，请大家讨论。好，万总，你提出来那个大门朝向的问题啊，我有个建议，待会儿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啊？接了个律师函，我怕是有急事儿，就赶着给您送来了。你去吧。哎。怎么了爸？哎，没事没事，胸口有点堵得慌。不是，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去吧。不用了，回家躺会儿就好了。行，那你喝口水，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他跟我回去就行了。你还是在这儿，跟陈总和刘工一块儿，赶紧把工地的事情弄清楚。时间紧，咱们耽误不起工期。不知好歹，变本加厉。